嫌我对你太好，不足以印证我对你的感情。行啊，那从今天开始，我换位。我对她好，咱俩永远别见面，老死不相往来。终于说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哎呀，我怎么代入了呢？我这感觉，你带入谁了？不是，我就说这个难受的这个感觉呀。哦，他把证据发给他了。这是我给你找的证据。7年前，王朔和郭成宇根本就没做那种事情。恭喜你，你的心结解开了，你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和他复合了。我真高兴。我高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无所谓，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好，谢谢你为我俩铺路。咱俩到此为止。哎呀，找什么去？再回去问他吧。找王朔，找王朔，把蛇还给他，是把蛇还给他了吧？他也是应该彻底过来和他断的，我觉得啊。就心结解开了，是就可以彻底断了。你干啥？哎，这身上都是伤吗？师长，你怎么来了？我觉得应该无所谓是跟他说清楚。把你当年的视频给我看了。虽然等了7年，但终于把你等来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啊！还记得我当初把它送给你的时候，它额头上的花纹是什么形状的吗？心形啊，心形的。真懂。行啊，记性不错。碰呀！我欠你一句话。现在可以说了。我不爱你了。我觉得两个人都能解脱了吧？这样，对，王朔，王朔也不算啥坏人，实际上就是有点心机。我先走了。哎呀，真行，一语双关。哎，真有个老爷们样啊！总算解决了一个事儿啊，解决了一个问题。真是。
他也知道他跟无所谓说的那些其实还都是气话。当他开车转弯那一瞬间，那一刹那，我觉得他就明白这个心意了。他应该一直都明白，对他一直都明白的呀。对他没有那啥。他应该没有迟疑，就是没有对无所谓的爱有过迟疑。对，真怕他会就是为了气无所谓去那什么，假装跟汪硕分手啊，不是和好啊，然后气他啊，怎么这种。喂，你好，请问您是吴奇琼吗？医院吗？是。危险，你先来我医院吧。去，这对他这也是个打击呀。但是他就应该知道是哎，怎么断这儿了呢？我去，他应该知道池诚一直在照顾他妈妈，而不是说让他想的那种去一直跟汪硕在一起有联系。对，这就是对，在这块这个事儿解释了，就是解了，可以说。我靠，下集得下周了吗？啊，对呀，这好闹心，这烦死了，大哥。哎，真的太那啥了，就我觉得，我看就是从汪硕这里，我就是觉得，就是无论什么感情，其实是他经不起这种试探的。就是你无论是什么样，或者想要验证啊，就是你看他不停的用各种方式，或者各种就是我去验证啊，或者是我去气你啊，或者怎么喜不喜欢我什么的。对。然后来那啥，包括他走7年，就是因为不知道中间他为什么走啊，不知道是因为他生病带他走啊，还是怎么的，但是。他是否就是真的会以为，比如像是他使的这些计谋，就是咱俩的3年，我再回来，你还会和我在一起的这种有可能。就是我觉得爱的时候还是应该好好爱，不是用各种方法来证明你爱我。对，但是就是像那个叨叨上一集说的，就是那个细节很那啥，就是说他看到的吴奇琼跟那个池诚的照片是2个人的。但他们那个时候永远都是3个人在一起，所有的视频都是3个人在一起，所以说就说在他的那个角度吧，多少还稍微理解一些，就说为什么我这个时候你说喜欢我，然后咱们永远是3个人的电影，就是这个吧，就还那啥，所以说他就想要个那啥嘛，但这个事儿是能理解他，但是吧，他用这种手段就很那啥了。就是我觉得，因为他没有明确跟池诚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要讨论过，比如像我就不喜欢咱仨在一起，我不觉得池诚一定会带着郭成宇，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像年纪很轻，还是发小，所以就在一起，朋友总在一起玩嘛。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他不知道自己的爱人心里的这种感受，但我觉得他说出来的时候肯定会知道。他们现在不带郭成宇，是因为出现裂痕了，他没法带郭成宇。如果要是无所谓在那个年纪出现的话，他们可能也是仨人。也对，就是发小一起玩，然后对，那都愿意，就是我们相互之间都有这个发小啊，这个好朋友啊，就愿意在一起。对，就像说那个 Stephen， 就是就是这个梗文，就是就是自己好朋友有一对儿的这种，那他俩就是分手之后，到底是把这个第3人判给谁的这种问题嘛？就是所以就是他还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他想了若干种方法来去验证或者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正确的方式。包括你像无所谓，就是人就说嘛，就爱情里自己就会变成瞎子、聋子和哑巴。他也没有说，然后他也看不见，就是那啥，他都是在自己的就是想象中。我觉得你和汪硕解开这个难题，就是那啥了，你俩就可以在一起了，你放心去爱他去吧。就是，但是他可能就是忽略了，就是池诚真正在他面前所表现的这些。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设身处地的想，情侣之间其实有很多时候特别容易犯这种问题。对，就是生气不说，故意钻牛角尖，一些什么东西来气你，来证明你对我的爱。对，你像无所谓不说了吗？你这还用我说爱不爱你吗？你为啥要问呢？对，我做这么多还表现不出来吗？你为啥要问呢？而且很多人会想，你问我就是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的爱。那我的爱还有什么意义了？你都看不见，我就一定要和你钻牛角尖。对，那我觉得这种就是一是话软话，二一个就是你自己在给自己钻这个牛角尖，去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你为了自己要一个面子，就总愿意让对方在这个爱情里边示弱，然后你好像是赢了。实际上这样式的话，如果真是散了的话，2个人都输了，而最受伤的人其实是你自己的。
就像驰骋这不还说了吗？就是我是舍不得来骂你，我嗯不是说我那个不爱你或者怎么来那啥，我是就是你在人家过夜，我都不舍得来说那啥，对我就得自己生闷气，我对都不想骂你。然后但是无所谓的角度就变成了你压根儿你不在乎这些，我跟谁对在一起你也不在乎。对呀，对，这就很那啥年了。轻的时候是会那啥。嗯刚才你说那个驰骋跟王朔说了嘛，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的3年，跟你走之后的6年，我的心都没有缝，嗯到第7年了有缝了。嗯就是还是之前咱说的那句话，就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一起。你嗯不要拿自己这种，你看你那么决绝的走了，从我的世界里边消失了，就是你因为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在一起，然后你说你拿这个事儿你来考验我吗？考验我的人性，考验我对你的爱等等的，不要这样，经不起考验。就是无论你有多少误会，只要2个人在一起，时间一定会给你答案的，就是一定今天不说，明天不说，后天也会说了，就是沟通起来之后能把这个话说开就可以了，就重要的是在一起。对，然后不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走，然后现在为什么说在一起那么好，然后你现在这么多年一直都不回来，那你要让我怎么样呢？就是没办法，我觉得没办法，这个的的确确就是王朔，你说把驰骋给作走了或者怎么样也好，其实就是这样式的。就是他们2个现在就是分手，其实我觉得也那啥，就是把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这回是已经就是对大爆了。对月月知道了，王朔的事儿也解决了，对马上这吴奇琼他母亲的事儿又要出了，对，对这就对全爆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无所谓和就是他真正要面对的，就是他现在的心结就是驰骋到底还爱不爱他嘛，或者是不是全身心的在爱他。对对对，其实他纠结的就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真正把最后的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那双方可能就把之前的这些咱所谓的雷或者什么的，就都可以解决了，2个人才能真正好好的在一起。要不然其实双方都会有患得患失啊，对，或者什么的这个。那么其实你在患得患失的过程当中就会多想，就没有的事儿就会多想，包括我说话的时候也会阴阳或者什么的，因为我阴阳对，就会觉得你也是话里有话，我也是话里有话，就希望对方能再多说或怎么地的，或者是给你机会。你像无所谓之前不一直说吗？我就是给你一个抛弃我的理由而已。对，我也希望你不用心里不得劲儿，或者怎么样的。那你现在他王朔回来了，你俩之前还都是误会，行，你们再在一起吧。对，你也不舍得说不爱他，你也不那啥，你也不那啥，就是那个就这一系列的，我觉得，而且他之前你想，他一直纠结于王朔跟他说的爱是什么斤斤计较之类的，对，就是一直去沉浸在别人说的这些汪朔他情敌给他构建的这一系列的这评判标准里，你到底什么是爱我，你什么是不爱我？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看到驰骋目前做的很多事情，驰骋这一集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人物就是立住了，这个我觉得真是有个老爷们儿样，太男人了。对，就是我觉得你男人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承担责任，就是你可以先低头。就你看刚才说的那个话，已经说的那么决绝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怎么老死不相往来，我去跟他又好了，怎么样？你记住你今天怎么样？但实际上你看他做的事儿，就是我最后我是明白我的内心的，就是我现在还是喜欢你。那么我觉得啊，那就可能是他跟王朔这个事儿说开了，第2天我觉得可能还会去找无所谓，或者不是第2天，或者隔一段时间吧，或者怎么样的，他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会去把这个事儿说开。他给自己有这个台阶，对，他给自己一个交代，要不然毕竟在这段关系里边，无所谓是扮演女性那个角色的嘛，你作为一个男人，那你就要怎么样？那你其实就多走那一步嘛，多走那半步，然后其实是你说是给对方一个台阶，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要不然的话，因为一些误会，因为一些事儿，真的是2个人分开了，那你这干嘛呢？又对自己，我觉得也是不负责任，对这彼此之间这个感情也是一个不负责任。我还觉得就是他能没有因为无所谓跟他说这个话，就是说你要给我台阶，然后他主动去做这个事儿，这个是更要表扬的一个事儿。要不然的话，很多小年轻他就怅气嘛。你说的这种话，那个有一些那个人可能不太懂，就代入了是吧？就是小年轻的这个话语，我就说我记得反正是我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对，
我当时的女朋友，就我现在的媳妇儿，哎呀是吗很严谨，严谨了，很严谨了。了，来，她当时就是跟我说，就是你总吵架嘛，当时嗯也是就是这个就不理解，总是这个很闹心，误会吵架。嗯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说你记住，无论那个你怎么误会我，你要相信，就是我是爱你的，我是真心对你好的。然后你站在这个立场之后，你再想其他的事情，你就永远是那啥，不要那个误会。我觉得我一个生气啊、吵架了怎么样，是我怎么样那些。我觉得这个话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大。就以后无论怎么再吵架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先想这句话，要不然的话也就会像那样式儿的，就吵架就误会了或者怎么地的。哎呀，他是不是怎么地了？哎，就想那些事儿。后来是不会，先想那个事儿啊，先想那个话，然后其他的事儿再说。但是驰骋他没有这种话，他自己能主动的去做这些事儿，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爷们儿、很男人的一件事儿。很厉害。就说明大哥终于被拿捏了很多年。不是，要不然自己不懂。我是觉得男生有的时候还是挺小孩儿的，就是自己不懂。但是你要是凡事都有一个前提的话，就会好很多。其实爱情就是需要双方共同的来经营，不是一方给另外一方的不停的这种呵护和什么的，是需要双方都奔赴。你要是经常指着一方去做付出，而你去接受的话，其实时间长久不了。就像有很多人说，你原先追我的时候不这样，你现在怎么这样？那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否是一直都没有给相应的回应，你一直觉得这个就是你应该为我做的。没有人会坚持的，一直是坚持，只是单方向的付出。对，人心就是这种暖嘛，你需要用温度去呵护它，去回应它，才能给你相应，而不是用语言的这种咱所说的冷暴力或者什么的去打击它、打压它。就像你说的，来宣示你自己的强势，在两个阶段的强势。我胜利了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两个人之间。就是应该是共同牵手去走，而不是谁走在谁的前面。我觉得这样子那两个人才能相携走过很久。包括我一直觉得，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是正常的，就是大家不要认为谈恋爱就应该一辈子不吵架。对，那吵架是正常。对，吵架包括分手其实也很正常，谁还没分过几次手呢？哎呦，这块着重讲一讲。但是就是要看你们如何，就像你说，就是可能双方要有很坚定的决心，就是我们共同来，就是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给自己一个信心，就是这辈子我就是要跟你一定要一起走下去。就是当你有这个念头之后，别的都不是事儿。就是你要明确你是否真的爱他，这是前提。就是当你坚定了，就是你是很爱他，那么你也需要就像之前咱们说，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见的未必就是真相。对，对，就是有很多可能误会产生也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之后也那样，你看无所谓，到最后都气成那样了，都觉得他们打架了又怎么地的，那最后想了，我还是得帮你找证据。死要死的明白。对，我得让你心结解开。他真的我哭是吧？对，你就算爱我也成全你，我让你找你自己的幸福。当然他找错了，他也没那啥，但是他的本心是觉得是，那我就是还他一个清白。还你一个，我对你最好的疼爱是手放开，是吧？对，你就把心结解开吧。其实他们到现在为止看到的都是在为对方想，只是因为咱们是上帝视角，知道你们应该怎么样。但其实站在他们本身角度，现在就是相当于蒙着眼睛去爱。就是我给你我全部的爱，就到最后了，我也是用我的方式来爱你。对。所以最后只要说开了的话，应该就没啥大事了。我觉得下一集应该就会特别好了，应该可以虐的结束。不知道他母亲那个病会怎么样啊？不会太好。不会，对，你就说那个是啥病，咱们都听着，那玩意儿能有好的吗？对，那就是那啥了。但是他们的误会肯定是下一集就能解开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就是那你要说这么多打击，在那个能一集就解开吗？后边一共还有几集了？还有5、6集呢。哎呀，那对，我今天想，我以为还有2集就能结束了呢。对，我今天又想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我们每回就是后面说的都比较好嘛，但是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你俩都说你俩就处过一个对象，我啥时候说过？我没说过呀。你也没说过，我没说过你。你说一个，我们说标准答案不应该是仨吗？往前倒吧。
啊我没说过呀。啊！现在都没，怪不得。那你们俩是情感专家是对的，我就处过一个啊。所以大家原谅他一整就口无遮拦啊，这个年轻，经验少，岁数还小。他这是骗网友的，总说我就处过一个对象。哎呀，你看我俩说这么多，其实这也是在跟你说嘛。其实因为看我们评论区，大部分其实都是大家很理性来讨论自己的感想。其实我还是说，就是感情其实没有对与错，就是不同的解读，我认为也没有，因为你就是有自己的恋爱观，对，或者是有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导致你会对这个有不同的个人的看法。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喜欢的人不一样，大家的恋爱的故事也不一样，这才是正常的，而不是所有人坐在这里，大家讲的全都是一个公式。对，因为爱情、感情就不仅仅爱情，所有的感情都是没有正常的这种公式去往里套用的。你爱我就得这么表现，这才是爱，得对本书，你就得怎么做，你才是爱我的。每个人爱的表现不一样，因为他性格不一样，他的生活经历不一样，他所传达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就是你需要找到适合你的另外一半，而不是去找你看到的别人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对，太棒了，这是标准的。果然两位专家跟我就是所理解的就不一样。其实也没有，也是关了之后下去背书，说是没有公式，但是其实也看书。对，怪不得大学学的这个叫什么社团来着？那个情感社团，情感社团，你学的这么专业吗？什么社团？没有，我们报的选修课我是婚姻学。哎呦咱们讨论过吗？对对，忘记了啊。真行，是因为它是一门学科，就说明它是有学问的。就是你们在经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你去研究，去研究，而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需要经营的地方。还是你有正事儿，我都觉得可以新开一个频道，专门说叨叨老师的这个恋爱观、情感研究。没有，我可能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年纪大一些了。就是我觉得，就是爱情，就是真正就是在我理解当中，真正的爱情应该经得起轰轰烈烈，也经得起细水长流。而不能说爱情就是一种表现，因为那样的话，人生很长，一辈子那么长，它不可能都维持一种状态。我觉得刚才叨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好，就是每个人的感情都不一样，然后可能你爱他那个点都不一样，相处模式怎么样？我觉得这点真的是特别好。对，你就看咱们觉得，比如像汪硕觉得，就是如果这是我喜欢的人为我唱首情歌10年，他回来了，我如果这时候还爱他，我会老感动了。对，就这10年咱俩都念念不忘。但是如果我不爱你的情况，我就是你干嘛？对，别在这试了，对，我求你，哎呦我，你干啥呀？就是会这种，真的是，就是因为爱与不爱，他就会有很明确，所以就是在爱你的人眼里和不爱你的人眼里。同一件事情就会有不同的，每个人都是爱他的人眼中的天使，对吧？对，好，说的太棒，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很理性的在输出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都很正常，就是大家就是没有对与错，就是不同的观点而已。好，我想起来我之前在书上看的那句话，什么那一天什么阳光很好，然后他穿着白衬衫，然后向我走来。就是什么一个女的吧，说是描述她的那个丈夫就是那个瞬间她是爱上他，就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不同的这个瞬间，然后觉得那突然想起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就是后几期再说你的那个瞬间了，要留一些悬念。我没有那种瞬间啊，你肯定有，行吧？每一次的瞬间。好，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们点赞、投币、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